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杂志秒抢攻略，学会这招，成功率直接拉满。每次诚意有新杂志开售，整个棋圈都会瞬间进入一级备战状态。尤其是这2年，诚意的人气越来越高，时尚资源也越来越好。从封面表现力到杂志销量都相当能打。很多杂志甚至还没正式开售，预约人数就已经多得吓人。等真正到了开抢那一秒，更是分分钟上演什么叫真正的秒空。而我终于在经历无数次陪跑之后，第一次亲手抢到了诚意的杂志，而且还是棋圈公认超难抢、超有收藏意义的月游。说实话，付款成功页面跳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才敢相信自己真的抢到了。毕竟以前每一次抢杂志，我几乎都是重在参与。有时候明明提前10分钟守着页面，结果一到整点，页面直接卡死。有时候好不容易点进付款界面，却被提示商品已售罄。最扎心的时候，是眼睁睁看着别人晒单，而自己只能默默跑去粉丝群里求果果们云一本。所以这一次能成功，我真的激动到差点尖叫。而且经历这么多次失败之后，我发现抢诚意杂志这件事，真的不只是拼手速那么简单，很多时候更像一场经验战。以前我一直以为，只要网速够快，手速够快就行。后来才慢慢意识到，真正决定成功率的，其实是各种细节。首先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一定要提前把所有信息填好，包括收货地址、联系电话、付款方式这些，全都要提前确认完成。因为真正开售的时候，系统流量会瞬间暴增，页面卡顿特别严重。如果那时候你还在慢悠悠填地址、切换支付页面，基本就已经提前出局了。还有闹钟也特别重要，千万别觉得差个几秒无所谓，抢诚意杂志的时候，几秒钟真的就是生与死的差距。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，会提前好几分钟进入页面，然后不停刷新。因为如果等整点才点进去，很多时候页面根本加载不出来，甚至连商品按钮都刷不出来。这次月游我就是提前蹲守，时间一到立刻操作，所以整个节奏会顺很多。但真正让我成功的，其实是我后来突然改变的一个习惯。以前我抢杂志时，总喜欢提前把商品加入购物车，然后等开售直接从购物车付款。我一直以为这样最快，结果后来才发现购物车才是最容易卡死的地方。每次一点结算，它都会疯狂提示当前排队人数较多，请稍后再试。然后页面转圈圈，等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杂志早就没了。这次月游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其实也卡在购物车20多秒，当时我心里已经凉了一半，感觉又要陪跑了。但可能是之前失败太多次，人已经被逼出了经验。我当机立断直接退出购物车，重新点进品牌主页，找到商品页面后直接选择立即购买。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页面虽然还是轻微卡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就直接跳进付款界面了。整个过程比购物车顺畅太多，我几乎是一路丝滑付款成功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付款完成那一瞬间，我甚至有种我终于毕业了的感觉。毕竟对于果果们来说，能亲手抢到一次诚意的热门杂志，真的特别有成就感。因为诚意的杂志从来都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能买到的类型，它的粉丝行动力本来就强，再加上这几年路人盘越来越大，所以很多杂志几乎一上线就被瞬间清空。尤其是一些限定封面、特殊刊或者高质量时尚杂志，更是抢手到离谱。
这次我原本还天真的以为月游会比较好抢，结果等我成功之后去看群消息，才发现好多果果居然都没抢到，有的人卡在付款页面，有的人甚至连商品页都没刷出来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，原来抢杂志这件事，技巧真的特别重要。当然，除了技巧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——心态。以前每次抢不到的时候，我都会特别崩溃，觉得是不是自己网太差、手机太差、运气太差。后来慢慢发现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系统拥堵，大家都在同一秒疯狂往里冲。所以现在我的心态反而平稳了很多，抢到当然开心，抢不到也不用太焦虑。毕竟奇圈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，很多果果抢到多余的，都会愿意互相帮助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这一次成功之后，我整个人的自信都被狠狠拉满了。以前看到诚意杂志开售消息，我第一反应都是完了，又抢不到。现在却突然有种我已经掌握秘诀了的底气，甚至开始隐隐期待下一本新杂志了。毕竟对于果果们来说，抢杂志这件事早就不只是单纯买一本刊物那么简单，更像是一种参与感，一种陪伴感。而每一次成功抢到的瞬间，也都会变成追星过程里特别快乐又特别难忘的小回忆。